最近睇返我哋啲片，發覺都比較少 cover 港島半山一帶嘅物業。今集你設計我開箱，我哋一於去到中半山呢個傳統豪宅區，參觀一個近2000尺原則3房套嘅單位。咁平日我哋睇嘅設計單位啦，好多時都係由女戶主主導㗎。咁佢哋喺揀選用色啦，或者係線條上面都係一般比較柔和一啲。今次我哋睇嘅呢一個單位咧，就調翻轉啦，由男戶主話事。咁佢就中意一啲深色嘅元素啦，亦都咧希望可以有啲工業風嘅設計。咁設計師點樣可以將一啲咁硬朗嘅元素同其他家庭成員嘅喜好融合埋一齊？咁但係有一個英式歐倫嘅設計氛圍咧。中半山位於香港公園同埋香港動植物公園嘅上邊，大部分屋苑依山而建，居住環境清幽。雖然居高臨下，但係呢一帶同時處於霧線之下，唔少物業喺大多數時間，除咗望到附近嘅山景之外啦，亦都能夠清晰俯瞰到維港海景同埋中區一帶嘅市景。加上佢嘅地理位置係好近中環、金鐘等嘅核心商業區，一般喺15分鐘車程以內就可以去到。所以一直以嚟，中半山都好深受達官貴人、專業人士或者明星等嘅歡迎。呢一帶主要由幾條街道劃分，包括堅尼地道、麥當勞道、寶雲道、梅道、地理根德利同埋馬記先合道等等。今次我哋就嚟到梅道參觀位於嘉富麗苑嘅設計單位。屋苑由新世界發展，喺1994年落成入伙，樓齡大約32年。佢有2座樓高40層嘅物業，由於供應實用1500幾尺至到2300幾尺嘅3房套至到4房套大單位，所以全盤就只係有240房。當中以3房為主打，基本上開則都接近一樣噶啦，只係面積上面有少少唔同。好似我哋睇嘅設計單位，售面積1916尺，就屬於屋苑入邊最大嘅3房戶。見到成個單位非常之寬敞市正，單係曲尺型嘅客飯廳就已經有超過600尺。唯獨係廚房再入嘅工作間同埋工人套房會有一幅斜牆喺度，其餘嘅3房單位都係咁樣噶啦。但係對整體嘅佈局就冇話有太大嘅影響。呢度會住一家4口，空間其實都夠晒用，所以新設計都冇做太多嘅間隔改動，只係將原本面積同客廁差唔多嘅主人房套廁擴大咗，而旁邊嘅客廁就喺冇點改動到面積之下，向飯廳方向平移。其實都啱啱好食到曲尺廳突出嚟嘅位置，再喺下面揀多間書房，就可以順道拉直埋客飯廳，令到成個動線更加順暢。至於廚房嗰邊嘅斜牆，設計師就冇刻意修正，只係重新劃分過工作間同埋工人套房嘅位置，令到廚房入邊可以加多個冇沖涼位嘅洗手間。一入嚟會先有一條又闊又長嘅玄關走廊。就算做咗幾做啦，好似衣櫃咁高嘅鞋櫃啦，都依然仲有唔少嘅空間。屋苑就唔係每一伙都有咁長嘅玄關㗎，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嘥位，但我就反而覺得幾有氣派。一班親戚朋友嚟嘅時候，亦都唔使堆晒喺門口。我哋睇過咁多個單位啦，好多時玄關設計已經定調咗整體嘅主題或者風格。呢度嘅地下鋪咗灰白色嘅拼花雲石，兩邊牆身同埋櫃體就用上簡單嘅白色花線設計，再搭配黑色嘅把手同埋門框，一睇就知道係現代巴黎風，簡潔得嚟又不失高雅同埋層次感。雖然牆身已經用到白色嚟令到空間明亮啲，但係始終玄關走廊都比較窄長啊，有多貴，所以設計師都將廚房門做成半玻璃掩門，等廚房嘅自然光線可以盡量透入嚟去減低玄關嘅壓迫感。廚房維持簡潔作風，冇咩多餘嘅線條，牆身同埋櫃面都用到淨色，偏暖色調㗎，感覺乾淨利落。見到廚房亦都幾大，有3邊嘅工作台面，不過其實已經細咗少少㗎啦，因為偷咗啲位嚟做洗手間，方便客人用。都有啲估唔到啊，麻雀雖小，但都花咗唔少心思喺設計上邊，亦都貫徹住歐式風格。因為空間唔大，所以見到都用到光面嘅瓷磚同埋鏡嚟去做擴大空間嘅效果。前半部分嘅空間就睇完啦，我哋穿過呢度法式玻璃趟門之後，就正式進入單位嘅主體空間。又係估唔到啊，同玄關嘅感覺竟然唔同。
雖然兩邊牆身都係用上白色簡潔嘅花線，但係中間就加入咗更加多、更大面積嘅深色元素，好似喺一啲家私同埋櫃體上面咁，令到整體望上去再摩登時尚一啲。屋主因為本身佢中意一啲歐式嘅風格，但係佢中意一啲型格嘅歐式風格為主，咁所以我哋喺設計方面咧都摒棄咗一啲即係太溫暖嘅色系啦，就揾咗啲冷色調，可能黑白灰為主，咁提升翻個格調。Even 可能我哋用咗比較多嘅 cool tone 啦，咁但係其實喺牆質方面，譬如係一啲櫃體啦，其實我哋都會用咗一啲木紋嘅櫃體嘅。如果係真係接近啲去睇嘅話，其實佢唔係就簡單嘅一個即係新嘅 charcoal 色啦，其實佢係一個木紋嚟嘅，咁提升翻個溫度。咁另外咧，地板方面我哋都係揀翻偏灰色嘅地板啦，咁但係始終佢都會有一啲木嘅元素喺度，咁提升翻個質感。雖然喺佔比上深色設計就冇話非常之重，但如果光線唔夠嘅話，依然都係會顯得好沉重㗎。好在呢度本身就有個先天優勢，就係客廳嗰邊有一大幅嘅落地窗，可以透入非常之充足嘅自然光線。Maggie 都加入咗唔少燈光效果，除咗層進式照明補充特定區域嘅光源之外啦，亦都有調光設計，可以按照唔同時段同埋情景切換唔同嘅光度，營造氣氛之餘又可以提升空間嘅層次感。Maggie 見到咧客飯廳嘅牆身咧都有一啲法式嘅花線設計啦，點解嚟到呢度零零舍舍會用到一塊灰鏡嘅咧？第一嚟講就係話我哋都想中和翻嗰個法式嘅一個優雅嘅感覺啦。咁第二樣嘢其實呢個佢本身有功能性嘅，因為呢一個位置其實可以反射翻我哋嘅本身嘅一個景觀啦。因為本身咧佢係貼住去隔離單位啦，呢一個視野嚟講就唔係太遼闊㗎，咁所以望過嚟嘅話就會見到個建築嘅外體啦。咁所以我哋反而就想用個鏡嘅方式咧，將出邊嘅比較靚嘅景觀咧帶翻入去我哋客廳啦。呢個客飯廳咧係劃分咗3個嘅區域㗎，咁除咗有客廳、飯廳之外咧，喺呢邊仲會做咗一個有吧台嘅備餐區。就咁睇啦，呢個佈局可以話係充分利用晒成個廳區㗎，但係其實同原則都有啲關係，令到 Maggie 不得不作出咁樣嘅設計。如果你係由大門口正式入屋嘅話，就會右手邊係非常之短嘅一個牆身啦。因為個客飯廳中間有2個唔同嘅通道啦，第一個就係玄關嘅通道，咁第二個就係佢哋走廊去翻嗰個主人房，我哋客房嘅一個通道。咁呢個通道其實嚟講就並唔係align嘅，咁所以令到個客飯廳個分野咧就比較模糊啲嘅。於是佢先將飯廳移到去中間，而比較短牆身嘅一邊就做成備餐區。另外喺入去寢區嘅走廊就加裝咗一道類似牆身設計嘅白色花線門，消化兩邊通道口之外啦，又可以增加廳區嘅功能性。我覺得呢個設計咧係幾好㗎，因為本身咧呢個廳咧都係幾長下啦，咁樣嘅佈局咧就可以令到兩廳之間咧就唔使有咁多多餘咗嘅位置啦。尤其是我最中意呢一個嘅備餐區啊！咁平日又可以坐喺度食下啲輕食啦，咁一班朋友嚟嘅時候又可以多個地方玩。呢度近乎全深色，但一啲都唔覺得突兀，反而好有設計感，成為咗客飯廳嘅焦點添。另一方面，其實佢仲另類隱藏咗非常之龐大嘅儲物空間，先可以令到成個廳區望落咁簡潔。而家嘅客飯廳就呈以長形，但係開頭都有講到啦，其實原則係曲尺形嚟㗎。右手邊嗰度都有個細細嘅 L 型嘅一個空間，並唔係太市正嘅。咁原先即係舊嗰個業主嘅話，佢就會將個飯廳擺個位置，咁但係就相對嚟講會比較三尖八角啲，同埋令到成個客飯廳咧比較多角位，就唔係太過舒服啦。咁所以我哋索性咧就拉直翻嗰個多餘嘅一個空間。除咗靠向前褪咗嘅客廁之外啦，仲間多咗間多用途房。見到呢間房咧就唔係好大啊，但就有足夠嘅空間可以擺到一部鋼琴啦。另外呢邊就有書台，亦都有個開放式嘅櫃，咁就有種自成一角嘅感覺。但亦都唔會話完全同出邊冇晒聯繫㗎，因為佢係用一道玻璃門嚟去分隔。本身呢個位置都有一大幅窗㗎，咁呢度呼應玄關門嘅玻璃門設計，就唔會遮到自然光線透翻過去備餐區，咁所以就算嗰個區域咁深色啦，都唔會覺得好暗沉。玄關同廳區就已經有咁多驚喜，裏邊啲房又會係點呢？我哋先睇下近廳房，係其中一位女女嘅房間，好大啊，有超過170尺。就算三邊落床，擺完兩邊床頭櫃同一啲基本家私之後，都仲有唔少嘅走動空間。但其實 Maggie 都做咗少少嘅改動，先可以再闊落啲㗎。
相比起一啲新嘅一啲樓盤啦，其實嚟講舊樓嘅房間或者客廳嘅使用面積都比較大嘅。咁兩個女其實好似一個眼鏡房咁樣嘅一個規格啦。咁但係都有少少嘅分野嘅，因為都有條梁震位喺上邊。咁佢哋想將嗰個牆拆咗之後咧，用個櫃去間隔。咁第一可以節省多少少嘅空間啦。咁第二樣嘢其實因為個櫃其實都有個深度，其實都唔會有一啲即係隔音嘅方面嘅問題啦。大家除咗兩邊衣櫃之外啦，啲床啊、床頭櫃啊、書台啊，咁都係可以咧更換嘅組合嚟㗎。咁就係方便翻啦，女之後啦，可以按自己嘅需要更換佢哋中意嘅家品。兩位女年紀相若，都係中意比較乾淨嘅顏色，咁所以就算去到旁邊另一位女房，佈局同埋設計都係差唔多。咁但係至少咗客飯廳嘅深色元素，以淺色調為主，咁但係都有延續全屋風格。咁部分牆身同埋櫃門用到歐式花線，配搭米色牆紙嚟去增加質感。咁喺啲家品顏色同埋款式上就有少少唔同，嚟去注入翻佢哋各自嘅喜好。點解其實嚟到女嘅房啦，呢度零零舍舍咧會有塊板喺度嘅？點解？係啊，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佢哋特登要求想做一個白色嘅一個寫字板啦。咁我哋用玻璃去做咧，方便翻清潔。咁平時可能啲翻學啲 notes 啊，或者平時要寫低一啲提點自己嘅嘢，就可以喺呢度進行啦。不過講到成間房，我最中意嘅位咧，就係隔離呢一個窗台啦。咁加咗軟墊之後，坐喺度睇書啦，或者休息下都好舒服啊。Miki， 我帶你嚟睇一睇主人房。好啊。頭先講玄關去翻客廳咁樣，就會有一個大細邊嘅一個鋪排嘅。咁原先上一個業主其實佢做咗一個 walk-in closet， 係完全係一個密封嘅空間。咁 which is 其實我哋就覺得係唔係太理想嘅，因為第一嚟講佢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 closet 啦，有個櫃門嘅一個處理啦，即係方便翻隔住翻一啲灰塵啦。咁第二樣嘢嘅話，其實都需要係一個可能比較流暢嘅動線㗎，因為空間唔係太大嘅話，其實你開門入去你都需要個開門嘅空間。咁所以我哋做咗一個間斷啦，冇門口嘅。我哋用咗兩個櫃去做翻個儲物量啦。咁反而呢度會有個 paneling 去做一個分隔啦。哦，咁其實呢度仲啱啱好可以即係擺到幅畫喺度。係啊，可以擺翻幅畫，好似個玄關嘅感覺。咁的而且確，衣帽間嘅櫃體設計啦，都同玄關鞋櫃好相似。咁雖然呢一邊已經有好充足嘅收納量，但係因為間房唔細啊，咁單計瞓覺嘅空間就已經有近170尺，而戶主又唔需要擺電視等嘅家電，咁所以床尾咧都係做咗一大組嘅儲物櫃。不過就隱藏咗啲把手，令佢望上去就更加似花扇窗。咁整體設計以簡潔為主，亦都好似女房咁，唔見深色元素。但係其實細心啲留意，啲房係用到男戶主中意嘅黑色工業風燈掣，低調咁呼應翻客飯廳。入去套廁睇下啦，都係簡約嘅歐式設計，但係就會有翻啲金色配件嚟去點綴，同出面嘅空間唔同。其實咧原本嘅套廁咧就大概嚟到我而家企緊嘅呢一個位置啦。不過因為屋主咧想要雙洗面盤啦，亦都要有一個企缸啦同埋浴缸兼備嘅浴室，咁所以設計師咧就將呢一度咧向前推啊，咁偷咗啦隔離浴室嘅位，令到呢度咧可以擴大啲。咁客廁又點呢？我哋最後都過埋去睇。咁正如開頭所講，因為面積冇變到，咁所以空間都係好充足。不過就少咗隻通風窗，變成咗黑廁。呢度就轉咗做企缸，同埋整體色調會深啲，咁算係起到分區嘅作用。單位就睇完啦，你哋又鍾唔鍾意呢？今次呢個設計總共用咗大概305萬，咁其中家私項目花費最多，咁佔咗大概100萬。唔少報道都話嘉富麗苑以間隔實用見稱，咁大家睇完今集呢個設計單位之後，又覺唔覺得啦？除咗開則之外，屋苑樓下設有超級市場，就屬於半山豪宅少有，所以屋苑向來都好受用家，尤其係家庭客嘅歡迎。不過始終屬於豪宅級別，向來成交都唔係好活躍㗎。今年暫時就錄得大概3宗嘅成交，尺價就由大概22,000幾蚊至到24,000幾蚊。參考我哋28 House， 而家嘉富麗苑都有20幾個嘅放盤，叫價由3,800萬起步。2,000幾尺嘅4房單位，全盤只有2處，都係有露台㗎，而且享有中區全海景。放盤嘅叫價就由8,800萬至到過億不等。至於租盤就唔多㗎，叫租就由3房嘅88000蚊起，去到4房嘅16萬起步。
雖然今次呢個單位咧就用咗好多嘅深色啦，但係一啲都唔覺得冰冷啊。係因為咧佢運用咗好多木元素，令到成件事啦溫暖得嚟啦，又會有啲質感同埋層次。我自己就好中意啦。唔知道你哋係咪都係咁樣諗呢？都可以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